你晓得要3000的你，啊？天如果做的不对，就得翻。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找我，却偏偏找上了小乔？我跟南乔是冥冥之中注定在一起，跟任何人无关。南小姐不会是想昨天刚用完我，今天就把我给抛弃了，是吧？等你真的能带我在漫天星空下试飞的时候，再来谈条件吧。为什么想投资极客飞行？哦，这个，可能我看爱情片看太多了，就想试一下跟一些高科技宅女谈恋爱是什么感觉。还手啊！你为什么不报复我？我现在就站在你的面前，那个不敢承认偷了论文、自私窝囊的常建学就站在你的面前。过了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个小偷啊？对，我现在还是个小偷。捅我，一刀不行就2刀，捅到你原谅我为止。还以为这个世界上有一命换一命这个事情吗？以前你捅的那刀，捅在这里，这么多年我死不了活不成，你赔得起？替我告诉石俊清，我可以付出任何的代价，但是对于你石月，我只有一句话：不要伤害南疆。因为常建雄不敢说出真相，如果说出真相，南桥就会变成间接害我的凶手。傻了。邮件都收到了吧？大家仔细的看看数据。看过了，老大，你居然把3个部门的数据都统计出来了。如果真的是销售环节出现了错误，不可能在全国成一个普遍的趋势。而且之前业绩最好的华北区，现在是滞销的重灾区。难道是我们对 P1 市场接受度的预估出现了严重偏差？又或者是我们的目标人群就定错了？我觉得都不是。你们仔细看看数据，我认为大家就是单纯的不喜欢我们的无人机。可怎么会这样呢？飞控传感器、多技术导航、动力系统和数据链，每一环节的软硬件都是完美无瑕呀。我们的技术在市场上应该是最先进的，这消费者没有理由不喜欢呢。我看完了市场部所有的退货说明，大量用户反馈说我们的这个手柄操作复杂，学飞困难，说明书完全看不懂。飘再给我倒杯咖啡，谢谢。小秦，帮老大倒杯咖啡，再帮我带瓶气泡水。行，老大的咖啡 ，Q 哥的气泡水，我的果汁。阿姨，4杯白开水。化繁为简。我们不能把我们对无人机的痴迷和热爱推销和卖给消费者。他们需要的是体验，不是每一个买无人机的人都是科技狂人。小秦，啊，去不去？去哪儿？哦，等会儿，刷个牙，你着来点儿，快点儿。啊，着什么急呀？
拿着。哎呀，飘，干嘛呀？什么？那个，老秦，要不你去那边，我给你把着门啊。走。什么情况这是？有人吗？清早哪有这人去？原来老秦你好这口。别废话，老大在男厕所睡着了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有没有人？求安，求你个求啊！你快去吧。干嘛呢？都跑到女厕所来开会啊？温总，老大在男卫生间睡着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那还不带快！老大在哪儿呢？里边。老大，起床了！干嘛呢？别一激灵炸的，吓着。先把他保卫间去。来，湿厕纸正好我给老秦送过去，老大开过光的，正好他用过之后啊，让他智商爆棚，情商爆表。你俩在男厕所玩什么呢？老大这么出门不会有事儿吧？找不出解决的办法，那真的会有事。您看，螺旋桨用的是最先进的碳纤维树脂复合材料，爬行高度和巡航速度能秒杀市面上一众的飞行器。而且，中控主脑可以同时让飞行器拥有视觉定位、惯性导航和回波引导，大大的提高了飞行器的安全性和稳定性。但是，就是卖不出去。一堆没有灵魂的废铜烂铁，怎么能卖得出去呢？没有灵魂。对，你看你这架飞机啊，说好听的，它是高智能的无人机；说不好听的，它和我身后这些过时的无人机有什么区别呢？客户怎么会喜欢呢？我们确实也做过调研了，大部分人的反馈都是手柄操作太难。对，单从操作难这一点来说，就让你引以为豪的这架飞机，完全不能发挥你所谓的智能化的优势。科技的进步不仅仅是高精尖的标榜，更应该是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便捷。你所号称的这架犹如人脑的智能中控，就如同茶壶里煮饺子，倒不出，你就吃不到。我们现在是想解决让用户能用、会用、愿意用，我卡住了。大众距离科技啊没那么远，想想他们最熟悉的智能设备是什么？手机，全球手机用户有75亿，如果……你真不愧是最好的学生啊，一点就通了。看来没我什么事儿了。谢谢会长。最近怎么一个两个都往我这儿跑啊？下次可不要空手来啊，带无人机来。收到。这么多年来，没见过你躲过什么人，更没见你躲过什么事儿。这姑娘稀奇呀，这叫欲拒还迎。你们年轻人的招数，我是越来越看不懂了。明明是你在帮她，却要通过我的嘴巴去启发她，并且把好处落在我的头上，这有用吗？我当然有用了，你还说了一些我没有教你的话。所以最后那句话，我既是说给她听的，更是说给你听的。
收到，感谢。手机操作这事儿我已经决定了，必须要做。老大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，这不是简单的改变操作系统，而是要重写代码、重开程序、重新创造一新的无人机的生态系统。所有东西都是新的、未知的、不确定的呀。我们刚开始研发无人机的时候，也都是未知的、不确定的，所以不试试，怎么知道不行呢？可是研发手机 APP 根本就不是我跟老秦的专业啊！就算咱们要试，那也得先找到人。既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了解咱们极客飞行所有的数据的，又是一个 APP 编程天才，这样人上哪儿找？大家一起想办法，找。哎，你怎么连件好看的衣服都没有啊？你说，他喜欢哪件啊？看这件，这件。见了人家一次，就想人家对你的好感度提升，是吗？你那是勾引，我这是动心，有本质区别。这件好看吗？动心有什么用？人家的姓名、地址、电话号码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帮帮我呗。帮你什么？想个办法，快！想办法啦！说，谁叫你这样出现在人家面前呢？偷闯民宅，啊，帮不了你。那怎么办嘛？怎么办？说呀！想不到。说一下。改头换面，重塑形象。素颜霜，这不是女生用的吗？还有呢？我听你说话，人家又不会听你说。对对对，好话得是他最亲近的人说话才有用。南桥，南桥又不喜欢我，他比王琦还难搞，怎么办？重点在此，我派你这个疯狂科技人出马呢，就是你有你的优势，有人家想要的东西嘛，是吧？啊，我接着继续。哎，你陪我一起去，来着。温迪他们分析的确实没错，先天考虑不足，结果确实容易栽跟头。你也不支持我啊？技术的事儿我不懂，但是你一旦决定要做的事儿，我都支持你。心情不好的时候来你这儿是最高兴的。今天不营业。我狗都臭了。狗呢？后助理，在路上。帮帮老朋友呗。就，我好了。哎，就上一次，在你们家，你们把我绑起来，行李箱上。咱们走吧。哎，现在外面都在堵车，哪儿都堵。我们走路去商场。我助理告诉我，你去的那家店不打折。我们去楼上吃饭。我助理还告诉我，你常去的那家面馆今天不营业。上次你私闯民宅，怎么这次打算打劫宠物医院了？你助理又跟你说什么了30秒后，你有一份来自北京的快递。你好，快递。我来。别套近乎了，他不吃这一套。那他吃哪一套？加小费。先别在这儿装神弄鬼的，你助理呢？拿出来我看看。
这手机就是一个中控数据台啊。算你实惠。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做点有意思的事儿10月是我的经纪人，有什么诉求？找他。我需要郝杰的支持，帮我开发手机操控的 APP， 你开个价吧。美国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专业全奖获得者，微软总部的传奇，人称中国号。它可是我的无价之宝。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它的价格，就像你入股极客，不是也有5000万的开价吗？温迪的谈判技巧，你一点都没有学过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什么？东施效颦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条件，你提吧。你向我撒娇，我让郝杰当你的技术支持。什么是撒娇？为您搜索到撒娇词库读取。好。别这样了，人家还是个宝宝。别这样了，人家还是个宝宝。你的语气不够温柔，你要真诚一点，拿出一些感觉出来。来，我们再试一个要酥麻的那个感觉，开始。么么哒。好喜欢你哟，么么哒。重复念。好喜欢你呀，么么哒。么么哒。他人是你的了。Yes。没你不会的是吧？明天就让秦时雨把你脑子里边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全给你删了。关机。老秦，你说咱们今天这么早开会，弄得这么大动静，我觉得老大这次是要动真格的了。老大就没听过别人说的话，他一直一意孤行。我说，这什么？哎，先进啊！什么东西啊？我这识别不出来啊！老齐，你真的太丑了。进来。什么东西这是？不知道。唐哥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老大广而告之，看来这次给我们的惊喜不小啊。大家都到齐了吧？刚才你们上班的时候，门口的人脸识别技术就是郝杰做的。人脸识别技术嘛，小意思。我现在做的这个东西可以穿过你公司墙壁壁垒，做你们任何想做的事情。就这个手机，一看啊，就是国外留学回来的，概念先行，说的天花乱坠的。不是老大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们不是让我帮你们找研发手机 APP 的大拿吗？人我找来了。现在手机大可操控整个公司的电路，小可满足你们这些宅男的懒惰，操控智能家电。从现在开始，手机 APP 的研发就由郝杰带队，你们全力支持，好吧？郝杰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研发团队的核心人物：老秦、小 Q、小阿。嗨。
那个好极啊！你好，你好。那个我有个问题请教你。哎，刚才这人脸识别为什么我就没识别出来呢？谢谢。人我已经给了你了，你应该有一点实际的行动吧？例如及时入股。好啊，欢迎你的加入。你有什么资格欢迎我？极客飞行大股东。不是要签约吗？叫文迪过来。正在进行信息处理，请听着呼叫温迪，先给我来一杯咖啡。重新计算数据，正在为您准备。绿茶。正在为您准备。我要一杯咖啡。正在为您准备。那来一杯巨酸的咖啡给他喝吧。正在全网搜索，叹气一般包含2种可能性：一是心里不爽，2是生理不适。心里不爽又可以分为10种诱因。你到底是听谁的？南桥不在，听温迪的；温迪不在，听常建雄的；常建雄不在，听齐时雨的；齐时雨不在，听 Q 哥的。我也是这里的股东啊。股东也分大小。小萌桌已被玩坏。起来吧，这是南桥的位置。我知道，南桥的位置就意味着只有他能做。就是因为他的位置，所以我想做。你就这么喜欢玩得寸进尺的游戏吗？得寸进尺的乐趣就是有来有往。你也起来。那是温迪的位置。二位股东可不可以还趁我没有发火的时候换个地方说说话？还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除了核心团队的人，谁都不许进这个屋子，进来就给我轰出去。昨天晚上，我有一个新的想法。人呢？看来二位股东的面子比你大。演哑剧呢是吗？没话说就打一场，1对1。其他人开会。现在。哦。我阶段性的任务完成了，更重要的是还有个等着我走。速战速决，这里等你。
们再往前走一步，就像我们玩体感游戏一样，轻轻的翻转手机就能改变无人机的飞行方向。怎么样，温总？是不是有卖点？嗯。你们给我点反应好吗？APP 重力感应，不兴奋吗？老大，你听，外面2个人对抗的喘息声，他们比较兴奋。所以说他们俩一定是为了争老大在决斗。哎，秦时雨，Phoenix 的各项性能跟手机的适配参数。哦，通讯距离能够达到1000米，最大速度是每小时80公里，能够抵抗5级风雨天气，续航时间是30分钟。老大，咱们还可以在 APP 上再多加一个功能，续航不稳定的情况下自动返航，这样呢能避免坠机现象。在飞行时呢，无人机的高度、角度、坐标这些数据都会实时的反映在 APP 端上，用户可以直观的看到无人机的飞行状态，真正做到傻瓜式飞行。而且一旦产品更迭，用户只需要更新客户端就可以了，环保又高效。好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制定研发时间表了？来啊！我跟你说，你的好胜心不要这么强，不然你会伤到这些无辜的人。你放心，我没想赢你。你不会这么天真吧？啊，以为认输了，就让自己的良心好过一点是吗？别多虑，我今天没准备跟你道歉。放手！加油！加油！王立明加油！防着防着！这票算谁的？10月你亲还是10月的？记住，我叫10月。我不欠10月的。你们俩谁赢了？成了一家人，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互相切磋一下，不用这一刻分输赢。说得对。这一刻的输赢，也决定不了最后的结果。你成功入驻一家公司，难道就是为好你自己而打一架？上车吧。下一步呢？是不是签入公司之后直接到手核心机密了？好，是我有点冒进了，不能人家南桥刚赏你入股，咱们就玩釜底抽薪。蚕食一家公司得慢慢渗透，要不给他的代码里边写一个病毒。大门不是南桥开的，那还能谁？常剑雄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你居然主动鼓励小乔接受10月的技术入股，当初可是你说是引狼入室。他是10月，对付他只有这个方法。雄性动物之间为了争夺地位而决斗，这不是生物的本能吗？啊，怎么，
你还想让我相信这是个理智的决定？你不信啊？对不起，就算你是常见凶，我也不相信。那你觉得他信吗？我信，因我技术入股，看上去光明正大，理由充足。实际呢？实际上呢，他硬生生把我跟南桥的极客飞行变成了我跟他的极客飞行。他还了你的借款，替极客飞行还了钱的麻烦，于公于私都顺理成章成为了大股东。南桥跟温迪又不傻，常建雄当然是比你这个居心叵测的外人要好得多。我看他只是一时冲昏了头脑，才把你放了进去。这是他最理智的决定。为什么？他肯定已经想好最终的结果，才会引我入瓮。为了不让他偷偷摸摸地缠在小乔身边，所以你索性开放了公司，跟他面对面较量。对。你是大股东，而他只是位于最后的小股东。明面上看你是顺水推舟替小乔卖了个人形，其实呢，你是从地位上先确立了你的擂主身份。这个大门全由你掌控，你开他才能进，你关他只能走。你还觉得我冲动吗？想用商界的手段去摆平男人的问题，太天真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除非什么？除非你手上有一张能在关键时刻治得住他的王牌。这里边可都是好东西。我们之前好像没见过面吧？对我来说，仇人的仇人，那就是朋友。我不是很感兴趣您和您仇人之间的矛盾。我的仇人是10月。哦，我们公司的小股东啊，这种小人物，还算不上是我仇人的标准。看来您找错人了。大家都是厂官人，别说暗语。你跟10月之间，恐怕不只是做个生意那么简单。那您的意思是，希望我们之间能再有点什么瓜葛？我跟10月认识7年，你知不知道7年意味着，你可能知道他所有的过去。一个男人想要保护自己的女人，必须摸清楚对手的实力。来，这个女人不是你能动的。我不动，不代表10月那小子他不会动。就像我说过，以你常侍少公子的实力，再加上我的这些资源，一个小小的10月，整垮他是分分钟的事儿。你和他这7年，看起来过得不太好啊。你想想看，大哥走了，我以为终于轮到我，可没想到又冒出个他来，跟我抢本来就该属于我的位置，我能过得好吗？啊，懂了，原来你们是宿敌啊！是情敌。抢了大哥的女人。谢谢您请我喝酒。其实，慢着，
10月的事我不想知道，我也不想别人知道。如果传出去什么不该说的话，你自己说。凭我常是少公子的身份，象征夸张，小意思。这么说的话，就是你不敢陪我玩火了，是吗？玩火是会自焚的。我和10月都是你玩不起的人。你确定我的那些事情都清楚干净了是吗？你是怕说常建雄查到什么？怎么了？我只是怕他手上的那个王牌会伤错了别人。喂，说。怎么了？掉头。他真的没有要那个右盘啊！不仅没看，还直接当着泰哥的面给销毁了，说什么玩火是为自焚的啊！我跟10月都是你玩不起的人。送到眼前的东西，都忍住了好奇心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那句对不起是真心的？那我就继续盯死了常建雄。常建雄的道行你是追不上，别反过来被他摆了一道。好好盯着泰哥，他是一点点委屈都受不了的人。你是担心常建雄的危险？有没有这么蠢啊？我怎么着？哎，我怎么蠢了？本来邀功请赏的一手好牌，硬生生被你打成死局。这好事办坏的能力，佩服。哎，我这没毛病啊，这好好的酒吧老板不当，非去人公司当什么小尾巴，还不盯着人家大老板，盯着八竿子打不着的泰哥，有毛病吗？蠢，非常蠢。他让你盯着泰哥，是让你盯着泰哥别动南桥。南桥？哪儿都有他呀。哎，文总，准备怎么样？没问题了，正往那边运呢。
喂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今天是公司的内部测评会，你已经迟到15分钟了。有点事儿。10月今天可还没来呢。没想到温总这么关心我。啊，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温总，老大在南北直接睡着了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老大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！干嘛呢？别一惊一乍的，给吓着了。演哑剧呢是吗？没话说就打一场，1对1。这菜算谁的？10月你今年还是10月的？记住，我叫10月。我不欠10月。以后我们还有很多时间互相倾听一些。雄性动物之间为了争夺地位而决斗，这不是生物的本能吗？除非你手上有一张能在关键时刻治得住他的王牌。玩火是会自焚的。我和10月都是你玩不起的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那句对不起是真心？那我就继续盯死了常建雄。常建雄的道行你是追不上的，别反过来被他摆了一道。哎，温总，准备怎么样？没问题了，正往那边运呢。喂，你怎么还不来？今天是公司的内部测评会，你已经迟到15分钟了。有点事儿。10月今天可还没来呢。没想到温总这么关心我。啊，大家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想想，大哥走了，我以为终于轮到我，没想到又冒出个他来，跟我抢本来就该属于我的位置，我能过得好吗？啊，懂了，原来你们是宿敌啊。是情敌。大哥的女人。都试飞完了你才来啊？哎，不追啊？要不要喝一杯？这个点儿。走吧。我跟常建雄从小一起长大，他就像我的小警卫员一样，所以他会对我身边出现的每一个男人，多多少少都有那么一点点敌意。你这句话我应该是怎么理解呢？你是来为了常建雄向我道歉，还是试探我的底线？我为什么要替常建雄道歉啊？我更没有必要试探你的底线。那你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没话找话说，化解一下尴尬的气氛。
我从来不觉得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会有什么尴尬的气氛。倒是你总提起他，让我有一点点第三者的感觉。你还真是个自来熟啊！第三者是什么？第三者得是几人关系中的主要矛盾，你连我们的关系圈都还没进呢。那你总得给我一点名分呐，不然我拿什么跟他斗啊？为什么非要斗啊？一山容不得二虎。我说过了，我的极客飞行不是你们互相攀比高峰的地方。极客飞行当然不是，你才是。你到底有多喜欢南墙？你不会这么久连句喜欢都没跟他说过吧？我喜欢你这4个字有那么难吗？先把话放出去，才有继续的可能性啊！你连他是否喜欢你都不知道，怎么就能先说出来这4个字？可你不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他不需要知道我喜不喜欢他，我只需要确定他是否喜欢我就可以了。你说人话。如果他不喜欢我，那么我说出来这4个字就会对他造成负担。可你不说，怎么知道是困扰还是开始呢？为什么要把我喜欢你这4个字变成感情里的试探呢？这难道不应该是两情相悦时的总结陈词吗？它应该是一段感情里的句号，而不应该是问号。直男的想法，不懂。女人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？这一句听不懂，你终于说了句人话了。怎么说呢，也没有具体的标准。举个例子，我和十月，一个是循规蹈矩的模范生，一个是放浪不羁的插档生。一个从不越线，一个敢于尝试，一个连我喜欢你都不敢说，另外一个恐怕早就把我爱你说出口了，没有可比性。那你呢？你会怎么选？我，其实，在爱情的战争里，没有谁让谁，谁对不起谁。你必须要拉响号角去战斗，为自己争取说我喜欢你的机会。那你觉得我和十月是什么关系？所有人都很清楚啊，亲爹。写得清楚吗？你的犹豫已经说明了答案。我和十月不可能是情敌，现在不是，将来也不会是。所以说，你刚才是故意看着小乔还有十月走的？追过去破坏那是最糟糕的一招，不是反倒证明了他们之间有关系吗？我不去，证明我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感情。那你的入股又是为什么？我入股极客飞行是希望极客飞行不被任何人、任何事所破坏，所以，我和十月只是单纯的商人之间的交往。为什么是商人？因为商人才有资格不择手段。你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。对，我该去找你说的王涛。酒还没喝完呢。谢谢你请我喝酒，幸好还有你站在我这边。你什么时候喜欢上小乔的？
小时候，他被南伯父关在小黑屋里，我就叠纸飞机从窗户里扔进去。他笑了，这个笑声，我愿余生都能听得见。你说，他什么时候才能喜欢上我呢？2秒钟前吧。不用夸奖我。我没说话。你的眼神出卖了你呀！你在想，技术这么好的人，居然是10人。我是在想，能研发出这么容易操作系统的，一定是南桥。当然容易啊，我模仿你就好了。懒。但其实懒也是推动科技发展的动力啊。如果连懒人都能操作的系统，那说明真正做到人性化了。对懒人来说，最怕的就是有负担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学习成本，不需要精力成本，只要体验飞行的快感。风筝飞得再高再远，也有一根线束缚着它。其实手机对于无人机来说就是那根线，但是无人机又不是风筝。其实它可以没有那根线，真正的解放双手，随心而动。那么就是说，我们需要的是一架放下手机，只体验飞行快感，不被操作系统束缚的无人机，对吧？随心而动。你看我干嘛？你看风景啊。你看你的风景，我看你，各取所需啊。我们往那边飞吧。这 CP28，怎么这 CP28呢？文总，这刚阶段性胜利就喝酒庆祝啊？我们应该庆祝的是，美国的经销商已经决定签署意向性的协议。哎，可是这老大还没同意呢，就把这没上市的测试机发给美国，万一他出点什么问题？别，说什么脏话，摸不头摸不头。摸摸你那木头脑袋吧。设备有问题吗？没有啊。硬件有故障吗？没有啊。程序有 bug 吗？没有。可是这事儿不跟老大说一声，我老觉得不贴谱。等你们老大同意，黄花菜都凉了。他只管科研，你们就跟着他一遍一遍的试飞，一遍一遍的改进。哪知道一个公司的运营，除了技术，还需要 money。没有钱，你们的工资从哪儿来啊？就连你手里的这一瓶饮料钱，都是我一点一点薅来的。明白了。等等。
这件事儿出了任何问题我撑着，你和老大就踏踏实实的做研究，其他的事儿有我在。OK。是美的。这么美的东西，应该让更多人看到。什么人啊？航拍的发烧友，飞行器的爱好者，连普通人都可以把它飞起来。这个不就是你的初衷？我的这些初衷，早晚有一天我会通过努力实现的，从来都没怀疑过。依我看来，以你的天赋，你的能力，肯定会实现的。我其实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，有些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挺没用的。其实，我一直想把无人机当做生日礼物送给我爸，想让他为我骄傲。但是我知道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讨厌我的无人机，那肯定是我爸。有些事情就是越努力越背道而驰，根本到不了目的地。那你不用担心了。依我看，你永远不会到达那个目的地。什么意思啊？家人是用来陪伴的，不是用来比赛的。又不是去旅行，哪来什么目的地呢？你心里面设下一个目的地，你自己没有达到，就以为家人不在了。那你所谓的目的地永远不会达到。谢谢啊。你说谢谢我，我还有点不习惯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家人之间最重要的就是陪伴。没准我爸就是想让我回去陪陪他。这3年都是你自己一个人扛的。有无人机陪着我呀，一点都不寂寞。冷冰冰的机器，它是能逗你笑，还是能陪你聊天的？无人机是有温度的，它很温暖的。早晚有一天，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重要时刻发布了。你人生中有没有什么重要时刻啊？重要时刻有啊，就是那天在地下车库被流氓追着跑的那个晚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牵着一个女生在走，这个女生呢，居然跟我跑得一样快，那就厉害了。我下辈子终于不用高处不胜寒了，因为无敌呢是最寂寞的。
这一次的试飞啊，我们远远还没有结束。我们试过树林，我觉得我们还得试一下沙丘、山洞，还有就算是下雪，我也想跟你体验。怎么好话从你嘴里说出来，觉得怪怪的？和我都体验一遍有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来这儿啊？哟，来了，陈师傅，最近生意怎么样？哎呀，还行吧，都没有人愿意到我这老掉牙的地方来坐一坐。你随便啊。好。你也对那些老东西感兴趣啊？从前的日子过得多慢啊，悠闲啊，写写字，看看书。这个照片是我拍的。你拍的？嗯。以前的日子多好，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哎，陈师傅，哎，帮帮忙啊，在这个机器上面刻一个字。哦。要刻什么？写下来吧，给无人机一个记号，那这个生日礼物才特别的有意思。啊，我一时可真想不起来，我都3年没回家了，特别怕把他带回去会是一个累，我反而把事情搞砸。3年会发生很多事情，可能他特别期待你这份礼物，你不送，到时候又后悔。在我心里，它也是最好的礼物，没有什么能替代的。那就随心而为吧。陈师傅，下好了。哦。来。我也要一个限量版。你真太了解我，陈师傅。来，强盗，帮我刻上去。这么好，聊什么呢？
ABS。ABS 是什么呀？4分 Bugatti 的字母。加一份 Aberfeldy。Aberfeldy 的执着。再加一份 Saint Germain 的个性。桀骜不驯的味道。这就是 ABS。你能不能不这么有才啊？咱能不能给调酒师留点活路？你把活都干了，他们就下岗了。你尝尝。根据不同客人的心情，我们要有不一样的鸡尾酒，这就是我的商业策略。怎么样？男人的味道，简单粗暴够直接，苦涩中带那么点儿甜蜜。这品尝丰富的味觉，就好比要看清这男人内心世界，又好像要对着喝酒的人说：“吻我，吻我啊！”哥，你今天心情怎么这么好？是不是因为常建雄和泰哥2个人联手没查你，你心情特别爽？他不跟那个泰哥合作呢，我觉得他还是明白一点道理。要我说呀，这常建雄心里压根儿就觉得跟咱们没法斗。还有2种可能性。第一呀，他手上已经有威胁到我们的证据了，他不需要。第二，他知道泰哥手上的那些料，他没兴趣。就这2个可能性。看来是我把问题想简单了，我以为是他跟你人情呢。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全都懂，那我现在就着手查查他，查查他的底牌。ABS。帮我再拿个杯子。
乖了。急什么呢？现在要洗澡了。嗨 ，Hello， 嗨，嘿，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嘿，科技改变生活，智能主宰世界。你想不想让你的店在宠物界杀出一条血路呢？哎，不用担心，你看极客飞行，你看看，让开！你这么忙，是不是应该需要有人帮忙啊？别晃！哎，你这不是在58同城上招助理吗？你还是需要有人帮忙啊？我这需要人，但不需要你。别这样，好说回来了，极客飞行，南桥那个 APP， 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也好，今天给你个大惊喜。我这店不看人，我也不看病啊。出门左转有药店。姐，啊，我太热了，出汗。毛巾是他的。哎，没事，都一样，都一样。哎，你刚刚跟我说了5个字。我帮你，哎，手机不能开机。手机进去之后不能立马开机。我先帮你把 SIM 卡取出来。不过，即便是手机坏了，我也能保存所有的数据。不需要。我能帮你恢复所有的数据跟信息。是所有女孩听到最酷的情话了。出去！我出去！哎，这我唯一的镜头，我哪儿不去？我出去！我哪儿不去？出去！我不出去。哎！
是你哥的位置，不能坐。我哥不会来了，这位置传给我了。行了，我去给南伯父买生日礼物。欧阳琦，今年你就别给我爸买生日礼物。你说什么？南思已经走了3年了，你什么时候能面对现实啊？你觉得他希望你这样生活吗？我哥已经不在了，所以你已经不是他的未婚妻，也不是我爸的准儿媳妇，不用再为我们南家做任何事情。我和常建雄永远是你的朋友，你今天想干嘛？说，我们陪着你。哎，给咱爸买生日礼物，你怎么把我们俩带这儿了？摩托车竞速大赛，冠军奖品按摩器，我都惦记好久了，就等咱们仨凑齐了，3重保障。我们俩一个特种兵，一个飞行员，玩这种也太小儿科了吧？模拟赛道，太简单，手动操控，太幼稚了。你们俩是怕输给我吧？要晃得这么凶？
喂。